Hello，各位小伙伴，我今天来说一下我在价高制高点下购入的视频剪辑机。那么我实在受不了 MVP 糟糕的散热，还有它的性能。那即使顶配的 MVP 它的性能也比不过一般的 PC。那么再加上它的降频使用感受直接退回到解放前。那么来看看我这降到800兆赫兹的一个频率你隔着屏幕呢就能感受到它运行起来的一个惨样。而且在这种高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的。那只能在那边干等着，所以我在显卡、CPU、内存、硬盘的价格有飙涨的情况下，去配了这台电脑。我来细说一下各配件的选择以及翻车经历。那么我的整套硬件都是针对达芬奇的，主要参考了 Puget System 的它的一个测评文章。那么一些硬件并没有偏向游戏性，那么大家呢可以参考讨论。CPU 我本来想买线程撕裂者专业版 3970X。那么测评分数最高带2-3块的显卡也不会拉垮。然后因为卖家主板晚到了2天纠结的我其实是穷的关系最终还是选择了具性价比的5900X。那么实际使用下来，要用到 CPU 运算的地方最高负载能到100%，那多数时候呢在70%左右还是比较完美的。然后主板就折腾了，连续翻车。本来打算用闲置下来的 X570 Gaming 的。那这块板子的槽点比较多，比如没完整的说明书然后扩展能力很差。那么这在之前的视频中有期说过，这里不再赘述。最关键的还是我太自信了，把所有东西装进机箱之后发现点不亮，然后才发现主板的 BIOS 版本根本不支持5900X，那需要更新才行。然后呢，这块板子它又不支持无系统升级 BIOS，那当时我就懵逼了。那么你们买主板的时候一定要买支持无系统升级的型号。最后呢，我无奈去了一次电脑城，把 BIOS 刷到最新，结果带回来之后呢，直接不通电。那么我手上又没有其他的板子测试不知道我是路上电包碰巧把板子弄坏了呢，还是我机箱的电源按钮坏了。反正我短接了 N 次都无法通电。那么于是我当天就下单买了另外一块570。那么我买那块板子的时候他们的官方还没有搞事。那么大家应该知道是哪块板子了，所以我在这边就省略了很多的细节。OK， 那么我们直接跳到散热器。那板子搞定之后散热器又翻车了。我买的是利明的 FS140，如果上的是华硕的主板，大小刚好。但是呢，现在这块主板散热器自带的20厘米的风扇，还有那个风扇的扣具它都会顶着显卡当时我的心态都崩了。最后是绕了2圈固定风扇，然后买了一个新的风扇，把原来的替换下来，然后把它当那个机身风扇去使用。我现在每次高负荷运载的时候，就怕长时间运转之后它会导致松垮。显卡我买的是华硕的半血 ROG 3090，其实单从性能上来说3080就可以了，但我需要那24G 的显存，而且以现在的价格来说3080还不如多加点钱买3090。那买的时候呢，抖抖嗦嗦都花了2000块，现在好像又涨了，总算是有些安慰。那么终于呢，没有啥游戏是不能玩的了，特效全开，倍儿爽。那显卡驱动我还是很正经的安装了 Studio 版，那么它针对生产的应用做了很多的优化。不过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只要简单的把驱动切换到游戏模式即可。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渲染特效可以直接把负载拉满。不过多数时候呢，在60-70的样子。当然你没有用到显卡的时候，基本上就8%、10%的样子。内存我买的是4根16G 的金士顿3200 Hack 绳条。那么本来想常买128G 的，但是我买的时候内存普遍涨价25%，所以就放弃了。那么我现在上传的视频都是4K， 那么剪辑几次下来，内存使用都在40多 G， 那么应该是能撑几年的。毕竟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他到现在2K 的显示器都没用过。硬盘我分别买了一块 1T 和2T 的三星980 Pro， 那前者呢当系统盘，后者当剪辑盘。实际上并没有必要上 PCIe 4.0 的硬盘，跑分不错，但实际你使用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不过主板既然支持呢，那我索性一步到位了。电源我一开始买的是安泰克1000瓦的铂金，然后呢发现有消叫，接着呢又去换了海运的1000瓦金牌短款，还是有消叫。那么没有办法，我又去换了振华的1000瓦金牌，结果不光有更响的消叫，而且电源还有一股异味。那么绕了一圈测试下来，发现满载功耗呢远远达不到1000瓦。那最后我就换成了安泰克850瓦的白金。当然还是有消叫的，估计是我电源插座或者我的供电有问题了。
那机箱呢，我使用的是闲适下来的联力 PCV1000L。那这个机箱呢，已经出镜好几次了，而且已经是绝版货，想买也买不到，所以就不展开介绍了。不过这次因为显卡和 CPU 分散太重太大的关系，我不想再压2根 CPU 的供应线在上面了，所以直接给机箱开了孔走背线。那这个呢叫宝塔钻头啊，用的时候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片。显示我本来想沿用苹果的 XDR， 但无奈的是，虽然搞定了它与 PC 的连接显示的分辨率呢也能达到 6K， 但是自带的色彩空间始终没有找到姿势去解锁，所以呢还是留给 MBP 去使用。那么我先是买了明基的 SWR71，这是个不错的显示器，但是我已经看惯了 Mini LED 那种显示的效果，再加上上一代的 LED 面板，感官上就很难受。那最后呢，我录了同为 Mini LED 的戴尔 Apple3221Q。那么以后呢，我会跟 XDR 做一个对比测试，大伙儿有什么想要我了解的，可以给我留言。组这台电脑的目的呢，就是剪辑视频和游戏，那其他的操作还是在 MBP 上进行，所以方便的在2台电脑之间切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原本计划是通过 KVM 切换，但是因为苹果妙控板还有妙控键盘都不支持 Windows 的关系那就找了群友推荐鼠标和键盘。然后呢，我就发现了我现在手上的罗技的 MX Master 3，还有它的罗技的 Max Case， 它们呢可以完美的解决我的需求除了切换控制之外，它还可以直接通过罗技的程序互传数据。当然，这并不是100%成功的。后续呢，我也会出这套键盘的一个测评。那机器装好之后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仪式，对吧？测试跑分。那么我先跑一下鲁大师全是默认的一个配置，分数呢供大家参考。那其他的跑分软件我并没有去做测试，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完全是浪费时间。实际的应用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差异。那么我分别去测试了我在 PC 还有 Mac 下做的那些视频。那么唯一遗憾的是就是我发现 Mac 的项目还有那个 PC 的项目，它们2个互通去压制的时候会报错这个可能是插件的关系，或者是达芬奇一些 bug。但是呢我随便找了2个视频，你看这个结果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用 PC 去压制这个视频是多么的爽。OK，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然后下期呢我可能做2台显示的一个测评，或者键盘的一个测评，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反正你有任何的一个需求或者想了解的或者一起讨论的事情，可以加我的群或者给我留言。好，各位小伙伴，拜拜。